我前脚刚死后，后脚就被拉进了诡异副本。好消息是死亡率只有99.99%的诡异婚礼，坏消息是新娘子1000年没见过新郎。坏了，该不会是冲我来的吧？马德，这个鬼域任务无解啊！怎么才4个人？不都是5人进行吗？吵死了！谁这么没公德心？不知道我已经死了吗？要不把这人棺材板盖上吧？圣人。下一秒，我诈尸般直挺挺坐起，还没硬呢。我觉得我还能抢救一下。4声尖叫炸响，粉毛 JK 少女，紫裙黑丝少妇，黑皮白袜体育生，老汉山中年大叔，4个人连滚带爬摔成一团。真服了！你怎么在棺材里躺着？凉快，小哥，你牛逼！身体是自己的，不是做梦。心脏跳动依旧衰弱无力。最异常的是，在手腕上有一个无穷符号。鬼域4次重现，永不实现的婚礼，难度、浮动、地质，要求全程参与，促使并见证这场婚礼举行。沉默间，那紫裙少妇颤抖地问：“你们一直都在说些什么？”另外3人顿时皱起眉来，面色烦躁。新人吗？中年大叔叹气，简单说了几句。这是中烟乐园，一个专门把人拉进诡异玩意不知由来的奇特存在。当前所在的鬼域已停在10几年，任务看似简单，但根本无法完成，因为压根没有新郎新娘。1分钟后，纸人就会打开大门，各位做好心理准备，以及想好自己要扮演的身份。纸人会问。听到这里，我直接问道：没有人试过伪装新郎新娘，假做婚礼吗？呵呵 ，JK 少女冷笑，又是新人。有中年大叔接话，胆敢冒充新娘的当场暴毙，扮新郎的连门都没走出去就被纸人撕了。我挑挑眉，也就是说，扮新郎不会立刻死。你，那大叔盯着我眉头皱起。没错的话，新娘存在，所以伪装必死，但新郎不一样。说着，我抬腿大步向大门走去。单薄窗外，纸人目光聚焦在我身上，悠悠恶意凝如实质。你是谁？我淡定出声，我是新郎。话音才落，轰的一声，一颗流金百面骨头在我脑中乍现。敕令演化，新郎。自我认知20，行为契合17，条件要素0，缺失新郎服，锈蚀斩刀，隐藏要素定情信物，玉簪，最终是敕令演化12。看来猜对了，但这还不够。一众纸人身上飘荡的鬼气滞缓不少，猩红眼珠闪烁，似乎在迟疑判断着。看来敕令演化度太低，他们随时有可能暴起。自我认知符合行为，纸人是仆人，古代世界观鬼域。我眼睛一眯，啪的一声，一巴掌将最前的纸人脑袋打得旋转360度。屋内4人瞠目结舌，大脑空白。他竟扇了纸人一巴掌，怎么敢的啊？这不得活活把他给撕了！只见纸人僵硬转头看着我，浑身鬼气汹涌舞动。我反手又是一记耳光，然后一脚将纸人踹翻在地。目无尊卑的东西，来人啊！将这没规没矩的奴才拖下去，把那30大板！纸人中有些骚动，迟疑了几秒后，令后方4人震撼至极的一幕出现了：2个纸人竟真的上前，将被踹倒的同伴拖了回去。新的纸人谨慎凑上前，用沙哑难听的声音问道：“小的伺候少爷，您怎么来这儿？”我冷声反问：“你在叫我做事？”后方4人一阵晕血。大哥，这是冥婚，你以为相亲角啊？真把自己当新郎了？在他们看来，我的行为愚蠢至极，死定了那种。然而在他们震惊的目光中，那纸人非但没有异议，反而慌忙躬身道罪：“是小的多嘴了。”少爷恕罪。4人瞪大眼睛，下巴张得快要秃顶。不是，这尼玛真行！尤其是 JK 少女眼珠转动迅速发亮，她精通人性，擅长一句话让男人为她花80万年。此时不知道在想些什么，我还不知道自己被电击，只知道脑海中的骨头认知行为判定大幅提升，一切都在预料中。此外，在敕令演化3成后，我脑海中竟自然而然浮现一些画面，很破碎，但也可提取一些关键信息。也就这时，一道阴恻恻的声音从向外飘来：“少爷大喜之日，都在吵什么吵？”周围的纸人立刻低头行礼，声音里透着畏惧。2管家，紫裙少妇作为新人一头雾水，但其余3人脸色瞬间惨白。糟了，是管家！完了！普通的纸人还能糊弄，但管家可不一样。大把人就是被管家识破身份，活活撕碎了吞下去。有纸人细声在2管家耳边低语几句，2管家只扎的眼珠转动，转头扫视着我：“你是少爷？”声音阴冷，既不拜见也不躬身。整个空间骤然死寂，纸人群鬼气翻涌，蠢蠢欲动。只要我回答错误，那必定就是被撕碎的下场。然而我丝毫不惧，反而不怒自威。谁给你的胆色？敢质问本王？没错，这个新郎竟有王爷身份。2管家浑身巨震，立刻就是满脸恐惧，唰的一下跪了。不敢，小的万万不敢。其他纸人也刷刷的跪落一片。后面4人彻底看傻了眼，只觉得仿佛是在做梦一般。敕令演化跃升，从3成一下子跳到了4成。婚时将近，尔等还在怠慢，还不为本王更衣准备。众纸人齐齐应声：“是王爷。”到这里，我这新郎的身份暂时立稳。2管家突然抬头，鬼眼悠悠扫向屋内4人，试探发问：“王爷，这几人是？”随手就的流民，冲入杂役。这位王爷生性良善，当然也不愚善。此外，目前与他们也算是同一个阵营，那就随手为他们追一下。2管家眼中红光闪烁，低头应声：“是王爷。”盘压在星宇身上的巨大压力终于缓解，就屋内几人都是大松一口气，浑身冒出毛汗。尼玛，这是新人，简直离谱！我被纸人簇拥着，即将跨出这个破败小院。JK 少女却突然大喊一声：“等等！”大叔与体育生瞬间色变，好端端的，甚至大好的开局，你无缘无故叽歪什么？你，王爷！碧瑶再次开口，原本凌厉尖利的声音放得又轻又软：“王爷，奴家斗胆求您垂怜。”他红着脸，脚着衣角，声音带着勾人的颤：“奴家最懂伺候人的。王爷若想，奴家什么都愿意做。”逾越规矩，言语中却暗藏心机。大叔和体育生都瞪大了眼。
所有纸人静止，齐刷刷扭转头颅，悠悠目光如复古之躯聚焦在我的身上，似乎在等候指令，又似乎在等我这个王爷立即破产。而我脑海中骨头急速颤动，混乱旋转，认知判定52、40、52，行为判定70、35、70，疯狂乱跳，大跌复原又大跌，这是打开大门掌控局面以来最为剧烈的波动。蠢货，人家新娘结婚，你竟然当众跟新郎搞暧昧，是蠢还是坏？还是说你见我顺利扮演新郎，就对新娘身份有了想法？可是你同意了吗？给我逐出去！两个纸人当即飘向碧瑶，他当场愣住，这和他想的不一样。难道是今天穿的黑丝不够透？眼看纸人即将进前，碧瑶终于绷不住了，破口大骂：你算什么东西？装个什么装？信不信我？他话没说完，就被大叔急忙拉住：你不要命了？快学古装剧求饶，不然你俩都下不来台。碧瑶眼底怒意与恐惧拧成麻花，但终究还是咬牙屈膝，抖着嗓子服软，装出一副楚楚可怜模样。就是眼睛里的愤怒骗不了，火里都不忍，径直走出院落。别说现在要维持王爷的逼格，就是本心也不可能就这种蠢。二管家却盯着碧瑶，似乎有自己的打算。拉下去，好生教教规矩。碧瑶尖叫着被磕死，场中只剩下几个纸人和另外3个活人。好新鲜的血肉气啊！想吃！3人身体顿时一紧，那紫裙少妇更是浑身走如筛糠。好在纸人并没有为难他们，只是阴恻恻地说：随我来。他们所能扮演的身份，自然也只有下人。被分到装扮宅邸的任务，安排任务后，这波纸人便飘荡走了。直至此刻，3人才彻底放松下来。体育生丁星压低声音询问：这人该不会找到了真正破局的关键吧？这情况我从没见过，他完全是掌控全场。中年大叔前列腺有心想给出什么建议，但纠结了半天也说不出个什么来。紫裙少妇汪桃迟疑地说了句：难道说他知道了一些隐藏剧情？其他2人本能摇头。要真有隐藏剧情，论坛早就扩散出来，这种可能也只有新人的汪桃胆小。但很快他们又迟疑了，甚至眼睛逐渐发亮。前列腺叹气：别多想，只求混过这个鬼域就行。丁星也跟着叹了口气：大叔你知道的，就算我们扮演好了角色身份，也不可能一路平安的。汪桃闻言顿时花容失色：啊，还有麻烦。他作为懵懂新人，目前状态完全是懵的。丁星沉沉点头：那当然，在婚礼开场时，会有大量鬼物前来赴宴，那时才是大较量，才是考验胆量胆识、魄力智力的时候。既要扮演身份，又要满足宾客的要求，一个运气不好，轻则损失阳气寿命，重则被鬼怪生吃了。汪桃刚平静下来的身体又开始抖起来，而前列仙却是沉默着，眼光闪烁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一间破败大屋内，2名纸人伺候我沐浴更衣，我泡着零下10几度的热水，差点没被烫死。左侧纸人突然开口：王爷，您终于回来了，小姐等了您好久好久，得有几百年。或许上千年了吧，王爷，您的刀呢？您从不离身的。意料之中的事态，是令眼花不满。纸人鬼的恶意永远不绝。至于应对方式，笑死，有王爷的身份在，我何须回答？左侧纸人突然尖声笑了起来：王爷，您当初赠给小姐的信物，小姐丢掉了，丢进了那些死人堆里。小姐她恨你。右侧纸人语气一时骤然森冷：可不是吗？当年王爷临走前，亲手插进小姐心中的那把刀，始终无法释怀呢。卧槽！搞这么炸裂，不过倒是给了点线索。风言风语，歪曲捏造，谁给你们的胆？来人，给我拖下去！2纸人一致，眸光顿时僵住。奴婢知错，奴婢知错。片刻后，我换上一身喜庆的红色新郎官服。如今3个条件终于具备其一：骨头隆隆转动，赤令演化；54行为与认知短时间内恐怕难以突破。条件还缺定情信物以及锈蚀斩刀，而时间应该只有2刻钟左右。好在有了王爷身份，婚礼开始前我可以随便乱逛。在转过几条街道后，我意外看到了熟人 JK 少女碧瑶正在为早已破败的花丛装扮。她脸肿了，双腿也差了，面色苍白，像是生了一场重病，却依旧眼神怨恨地瞪着我，低声骂了句超一骂。我眉头微皱，居然没死，也没被驱逐出去。看来是那个2管家还不死心。没工夫搭理他，我继续寻找线索。府邸不算大，不到1刻钟时间我就逛完了。老实说，这地方配不上王爷的身份，难道是新娘的家？其中西北角有一栋2层青砖小楼，与主建筑群隔着3丈距离，明显有些不对劲。门扉紧闭，2名侍女纸人如雕塑般伫立，她们身上有澎湃的幽红雾气缠绕，仅站在那里就给我一种非常恐怖的感觉。王爷，此处不可进，这栋楼明显有古怪，我必须进去看看。本王府邸，本王想去哪就去哪。2个血纸人声音抬头，声音依旧毫无感情波动。王爷恕罪，容在，则王爷莫辱。我陡然一声厉喝：放肆！既为仆从，却敢违抗王命，要你们何用？来人啊，将这2人驱出王府。然而预想中的回应并没有出现，反而身旁的纸人突然瑟缩起来：王爷，恕难从命，此地必须有侍女看守。闻言我眉头一挑，必须有侍女看守，那我换一个行不行？刚好不是有2个女玩家吗？一声令下，没一会儿，纸人鬼就带着2个活人走来。碧瑶步伐虚浮，眼神警惕而怨恨，而紫裙少妇汪桃则是满脸恐惧。在看到我一身红色新郎服的时候，更是2眼一黑，差点晕倒过去。我没时间也不能解释，只是说你们暂时带守这栋楼。碧瑶和汪桃同时出声，脸色大惊，这楼明显怪异，更有2个恐怖血红纸人在，他们自然不悦，但反抗不了。血纸人身上暗红雾气翻涌，最终缓缓地退开。可就在碧瑶和汪桃站定的刹那，异变陡生，血纸人突然燃烧，化作黑烟消散，而门前凭空浮现一股灵气，如活蛇般缠上碧瑶和汪桃的手臂。呲的一声，皮肤迅速褪色，逐渐变化为鲜红的纸浆纹理。2人瞳孔骤缩，却发不出半点声音，只能绝望地用眼神求助于我。我忍不住皱眉，变化目前仅限于手部，但仍在缓慢蔓延，要抓紧时间，没空安抚他们。我径直走向大门。
王爷，可二人突然开口，声音尖涩如生锈的齿轮转动，像是被控制了一般，脚步踉跄着想要走开。让开，事关重大，不能多说，但够两人听懂。碧瑶咬紧牙关，眼中的恨意几乎要化为实质，但现在事关自己，就算不愿也得听。二人努力夺取身体的控制权，颤抖缓慢地侧开了身。疼吗？我赶紧伸手推向大门，两女以及在院中站立的纸人组自发转身背对，像是避嫌一般。是呀一声，大门缓缓推开，然而门内的场景却让我诧异，没有恐怖诡谲，反而异常温馨。怪不得不让进来，原来是新娘在里边啊！娇小纤细的女性骸骨，应该是被烧死的，骨色灰黑，身旁还洒落着一些饰品，燃烧过半的凤冠霞帔什么的。她依靠在窗边，怀里抱着一柄长刀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就是3条件之一的锈蚀斩刀了。走到尸骸前，我伸手抓向那把锈蚀斩刀，才刚握上，斩刀巨震，大量猩红气丝迸射而出，迅速缠绕到我的手上。刹那间，手心如被斩刀切开，沁出猩红血液。不管了，我猛地一用力，嗡的一声，整个房间都在震动。我尼玛傻眼了，这刀重的离谱，全身用力都根本不带动，这难不成还是认准的？马德，区区地级难度鬼域搞这么难，还让不让人过啊？难不成我走的是极难度路线？这时我突然注意到，手上被割出的血液正被牵引似的流向长刀，又沿着长刀奔流，触及到灰黑的骸骨。下一秒，我猛地一个踉跄，连人带刀滚成一团，刀拔出来了，跟突然没了重量一样。与此同时，条件判定瞬息增长，敕令演化新郎70，自我认知68，行为契合75，条件要素新郎符锈蚀斩刀，缺失隐藏要素定情信物玉簪。轰的一声，脑海里炸开一幕幕画面。第一幕，金銮殿上百官矗立，个个焦急慌张，五更鼓未歇，一名浑身是血的传令兵士闯入。王爷，北境12城全灭了！皇上战死平安城，以身殉国。霎时间，整个大殿哭嚎一片。第二幕，浑身是血的英武男子瘫软在后，只剩影了。七弟，你虽年幼，但最是通慧，肯定知道该将子民转移到何处。走，带着他们走，他们不可敌。第三幕，血云压成尸骸遍野，一位浑身浴血的将军持刀而立，脚下浮尸无数，无数奇异存在于黑雾中虎视眈眈。随着怪吼逼近，渐渐刀光乍起，一刀持敌腰断，再斩，血浪冲天，一人守城，重伤仍斩敌数千，但最终轰嗤一声，一柄漆黑骨毛贯穿将军胸膛，又一把覆血长剑刺入大腿，各种奇怪沼气尽数而至。将军死了，却始终威力如山，周围黑雾一阵剧烈翻涌，无数诡异存在冲撞。突然，无数凶煞之气从斩刀涌出，刀光席卷，最终黑雾消退，一切归于寂静。有风吹过，风一吹，似乎就是许多年过去，满地尸骨已变尸骸，直到前方有一团赤红妖冶火焰跃动，那火焰里包裹着一个窈窕高挑的人影，他长跪刀前，浑身烈焰无声翻涌，最终携刀而去。画面再转，竟是此时身处的小屋内，那具灰黑的女性骸骨静静躺着，火焰中的窈窕身影将战刀置于骸骨旁。至此，画面结束，我刚回过神来，就听见2道惨叫声在门外炸响，而眼前的新娘貌似有点害羞，依旧毫无反应。据画面来看，这极有可能就是新娘的骸骨，而至今没有动静，难不成是缺失玉簪？先不管了，外面2人惨叫的厉害，我提着锈迹满满的斩刀迅速出门。只见碧瑶和汪桃2人几乎小半身体都变成了血红色。救我！我看了看手里的刀，如临心智般挥刀一斩，就听见嗤嗤2声，缠绕在2人身上的红雾应声展开。随后，我转头看向院中静立的纸，你们来替纸人领命。碧瑶和汪桃2人立马慌忙跳开，只是行动僵硬怪异。好在身上的纸化终于停滞，然后缓慢的消散。2人心情复杂，但看着我手中那柄染血长刀，汪桃终究没敢出声，而碧瑶则是咬紧牙关，眼中怒火与惧意交织。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去，遵守规矩规则。看在他们帮了忙的份上，只要不招惹自己，我也可以随手保下来。是，2人应声退去，这里便又安定了下来，楼门也再次紧闭。想了想，我又再次尝试走近，果然还是不能进去。但这次血纸人的回复却变：王爷，时机未到。时机未到吗？那就剩下最后一个条件，玉簪了。现在或许可以直接询问了，情况已然不同。先前没有这把刀，敕令演化也不够。另外，从刚刚的画面中来看，这位王爷战死于沙场，不知道所谓的死人堆在哪，也是很正常的。随手唤来仆人，我在纸人带领下踏入一间阴冷的地牢内。先前服侍我沐浴更衣的那2名侍女，此时正被锁链禁锢着。他们见到我手里的斩刀，神情顿时变得敬畏又恐惧。本王赠与娘子的玉簪现在何处？在宅邸后门向西300米外。闻言我眉头一皱，这个府邸依托于鬼新娘而存在，但府邸之外就不一定，一旦踏出，极有可能彻底迷失，再无法找到归路，这显然风险极大。低头凝视手中长刀，刀身锈迹斑驳，暗红锈块如血痂凝固，或许这把刀能成为倚仗，试试看吧。时间估摸还有1刻钟左右，要快。走出地牢，我朝着宅邸后门方向行去。穿过几重院落时，脚步突然一顿，前方数米外，碧瑶和中年大叔钱烈仙正在忙碌着。一看到我，2人的脸色顿时变得不太自然。我眯了眯眼，走到跟前俯视2人。钱烈仙露出谄媚的笑容：“王爷好。”碧瑶咬咬牙，也跟着应声行礼。我不说话，就这么站着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2人的身体渐有些打颤，脊背隐隐发凉。我嗤笑一声，收回目光，迈步离开。直到我走远，碧瑶才压低声音含怒说道：“大叔，你什么意思？不是说好要一起动手吗？”钱烈仙无奈解释，他手里拿着刀，还跟着2个鬼仆人，我们胜算太小了，你不也没敢动手吗？碧瑶声音一顿，然后支开话题：“那刀很可能是关键道具，说不定还是件鬼器。你要是敢冒险，我肯定跟上。”钱烈仙叹气：“我的护身符最多只能抵挡纸人片刻，实在没把握。再等等，说不定会有更好的机会。”碧瑶冷笑，眼中满是烦躁：“还有机会？刚才他肯定已经起疑了。
钱烈仙沉默不语，眼神阴晴不定。宅邸后门既无纸人把守，门板也破败不堪。身旁纸人忽然提醒王爷，外面有危险，在这等我。没有回头，我一步踏出，刹那间狂风骤起，与府邸内死水般的寂静截然不同。外面的世界仿佛沸腾的怒海，仅踏出一步，宅邸后门就已在数十米之外。昏暗混沌中，影影绰绰的身影缓缓移动，是自己根本无力反抗的级别。难道错了？步骤不对。就在这个念头浮现的瞬间，手中袖刀突然震颤，一缕缕血色光从刀身迸发，带着令人心悸的凶煞之气将我笼罩。我立即加快脚步，在诡谲的混沌中前行。不知走了多久，前方雾气荡开，一个堆满骸骨的山坳突兀地出现在眼前。上百具尸骨杂乱散落，残破衣物各不相同，其间还夹杂着锈迹斑斑的刀剑、浓用的草叉和斧头等。这些骸骨既不像士兵，也不似村民，难不成是土匪？心里刚冒出这个想法，我目光就被山坳中央吸引，那里有个大石头，周围异常干净，而中间位置一只秀丽的玉簪就这样斜插在石头上。我嘴角一歪，这既视感也太明显了吧！只要自己踏入进去，这尸骸就要跳起来向我问好了。只不过鲁迅说过，来都来了，反正这心脏也还是衰竭跳动，我无所畏惧，握紧袖刀踏下山坡。啪的一声，才迈出一步，就听到骨骼转动的声音。骸骨堆中，一具骷髅的头颅缓缓抬起，黑洞洞的眼眶直直对着我。我皱了皱眉，继续迈步。咔咔咔，才走完一半路程，所有尸骸都苏醒，无一例外都顶着空洞的眼眶盯着我。再迈一步，铮的一声，玉簪狰珉华光增长，一道虚幻残影映照而出。一身红嫁衣，浑身妖冶烈焰缠绕，披有盖头，看不到面容，声音好听却清冷如冰。终于来了。虽然情况不太对劲，但我还是谨慎的点了点头。我来了。恨你！新娘残影声音里传出恨怨，笼罩在盖头下的脸滴落血泪。我顿时眉头微皱，这新娘怨气有点大。你答应过我，既不负苍生，亦不负。为什么？几百年不回来？哀切如哭如诉，怨愤中又带着苦涩，就像明知没有结果，却仍在等待的神秘。这个鬼域的核心任务是完成婚礼，那么王爷大概是在婚礼举行时离开去应战，曾许下了回来的承诺，却因战死无法履行。这种事，站哪一方都没准，着实令人头疼纠结的问题。我只能先试着安抚。对不起，是我食言了，但我还是回来了。新娘残影声音悠悠，带着期盼。若重来，你会不会为我重新选？按理说，这种时候肯定顺着他回答，但我却忍不住迟疑。皇帝和7位王爷接连手停战死，无数兵将骸骨堆垒成山，究竟是什么样的敌人，又是什么样的音乐，才能做到如此壮烈的事？山河破碎，国将不国，家又何处为家？身为皇朝最后一位皇族，背负众生路，即便再来，我仍会披战甲，持战道，要么用滴血洗尽山河，要么让我的尸骨成为最后一块城砖。铮的一声，袖刀突然发出悲鸣，凶煞光炽亮极了。新娘残影一动荡，滴滴鲜红似泪垂落。我轻抚刀身，忍不住叹气，守不住天下，又如何护得住你？又何来属于我们的人间烟火？话音落下的刹那，骨头大震，认知行为瞬息拔高，抵达99，整体赤令演化已达88，而这片山坳却陷入寂静。许久，从盖头下传出声音：“是他。”说完，他的身影消散而去。也就这时，四周的骸骨突然发出不成调的嘶吼，朝着我蜂拥而来。莫尼玛，都过关了还要来这一出，这新娘还真有小性子啊！心里吐槽，动作却没停。刀光一闪，最近的骸骨应声而碎，出乎意料的轻松。10几个呼吸过去后，我硬冲到巨石旁，一把抓住了玉簪，身后狂风骤起，所有骸骨寸寸重沉，一切都平静下来。而如今，3大条件要素终于集齐，赤令演化99。与此同时，一幕幕画面在脑海中闪现。画面1：赠簪，一间暖阁，烛火摇曳，灵巧可爱的小丫鬟笑嘻嘻地端着一个锦盒走来，口中咋呼说王爷所造。死丫头，嘴巴这么大，快出去！一道含羞声音并退丫鬟，玉白指尖打开锦盒，轻抚过玉簪，轻声喃喃：待那一日，我再戴上。画面2：魏晋，锣鼓喧天的喜堂红绸高挂，却唯独不见新郎。新娘独坐喜房，直至天蒙蒙亮。她走到窗前，掀开盖头一角，遥远处的天边血云压盖，壮烈的嘶吼隐隐约约可。画面3：火影，天下大乱，人不似人，似鬼似魔，各地灾难四起。某一日，王府空了，朱门被土匪撞开时，新娘正对镜梳妆，她将玉簪别进鬓发，换上嫁衣。院外传来土匪的淫笑时，她反手推倒祭坛，站在烈焰中，她始终凝望着某个方向。画面4：复苏，一片焦土，曾经的高楼大宅只剩破败，也不知过了多少岁月。是夜，月光下焦黑的骨指扒开瓦砾，捡起玉簪，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，嫁衣的残片在风中作响。画面5：孤守，府邸的废墟上，红衣身影日夜徘徊，满头青丝渐成白发，话也不会说。某年大雪，他突然开始搬运坛砖，一砖一瓦重建府邸，纸人在他指尖诞生，将土匪的骸骨一具具扔出。画面6：丢簪，这破败的屋子，建好了也要塌了却执拗的重聚，如此轮回往复，不知今年。一日，新娘站在再次重建的喜堂中央，她取下玉簪看了很久，突然扬手丢出。画面结束之后的事情，我也能猜到七七八八。新娘终究放不下，去寻找，但只找到佩刀，将佩刀带回，依着佩刀长眠了。但有一点让我神情古怪，王爷竟然和我同名，而新娘的名字则是叫红渊。可惜了，最终一个落得战死沙场，一个自焚。现在只差最后一步，毁新娘的最大执念——完婚。来时路已淹没在浓雾中，根本无从分辨。但玉簪与刀皆隐隐传来指引。不多时，我再次看到2盏摇晃的光，是府邸后门的灯火。守门的2个纸人见到我，
坦白的脸上立即浮现出敬畏之色，腰弯的比先前更低了。王爷回来了，王爷可还安好？纸人的问候声中竟透着一丝关切。无恙。走过几些路，步伐放缓，前方又见钱烈仙和碧瑶二人。虽然说这府邸不大，但总能遇到，显然并非巧合。两人见我浑身浴血，虚弱不堪，每走一步都在青石板上留下血印，眼中闪过狂喜。好时机！他们对视一眼，默契的低下头，继续手中的活计，却已在暗中蓄势待发。而我表情平静，步伐稳定向前。你算计我，我算计你，然而却被另一个人打断。只见汪桃突然急匆匆赶来，一看到我，他就大喊一声：“他们要害你！”钱烈仙心头猛跳，厉声大喝：“动手！”然后率先甩出一张暗红符箓，那符纸上的字迹发出诡异暗光，将身旁的纸人禁住，甚至连我自己都感觉到一股压力。只不过被袖刀与玉簪双重冲破，钱烈仙都未能发觉。而碧瑶从腿上撕下一块皮来，还算美丽的腿瞬间血肉模糊，鲜血横流，剧痛让她面容变得格外狰狞，蕴含鬼气的皮物，看你怎么嚣张，看你怎么装，去死吧！碧瑶将人皮一甩，人皮在化作一顶巨大的然而在二人振奋以及后面汪桃慌张的眼神中，我轻轻一抬手，手中袖刀划出一线红光，刺啦一声，鬼皮被整齐的切成两半，被斩断的人脸发出凄厉哀嚎，化作黑烟消散。钱烈仙满脸骇然，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在浮光下还能动？他话还没说完，我就反手一刀，砍在了空中悬浮的奇怪符箓上，砰的一声，符箓直接爆碎开来，所散发的暗红光消弭，脱困纸人口中发出惊人的尖叫，身体迅速膨胀1倍，五指化作可怖尖刺，大胆卢普，竟敢行刺王爷！马德！钱烈仙眼睛几乎瞪裂开，怒吼一声，不要留底牌！他拿出一根硕大的棺材，虽无力反击，但也堪堪顶住了纸人的攻势。快杀了他，不然我们都要完蛋！然而碧瑶却是甩腿就跑，底牌那也得有才行啊！那鬼脸就是他最大的底牌。他向汪桃方向冲去，想拿对方当人质，再不济也能当个肉包吧。可下一秒，他突然感觉胸膛一堵，凉凉的，下意识低头一看，只看到半截刺出来的刀尖，这尼玛，心猿！随后他双脚一软，膝盖重重砸在地上。我走向碧瑶，想将袖刀收回，刚有这个想法，碧瑶突然又惨叫一声，只见他胸膛的刀突然自动抽离，倒飞而出，乖巧精准地落在我手上。退下！一声令下，围攻钱烈仙的纸人立即停手。钱烈仙还未来得及喘息，一道血月般的刀光以迎面斩来。那刀光更有滔天的凶煞之气，让他瞬间呆若木鸡。枪的一声，连人带钉一分为二。也在这时，大量刺通声响起，府邸各处的纸人迅速而来。转眼间，周围已跪满了密密麻麻的纸人，他们额头触动，姿态谦卑至极。属下救驾来迟，请王爷责罚。还剩一口气的碧瑶忍不住目眦欲裂，竟然连神出鬼没的大管家都来了，他到底怎么做到的？在后方，大量恐怖纸鬼让汪桃双腿发软，而被裹挟跟过来的丁星也呆傻当场，无比恍惚，无比震撼。起身吧，谢王爷。而后，大管家狠厉的双眼看向钱与碧二人，王爷可要将他二人抽魂折磨。我扫了眼瘫软在地的钱烈仙和碧瑶，两人瞳孔涣散，脸上还凝固着难以置信的惊骇。不过几个呼吸，便彻底断绝了生机。见他们已死，大管家脸上堆满谄媚。王爷，及时将至，该准备准备了。我微微颔首，大管家又阴恻恻地指向汪桃二人，这两个与逆贼同来，该如何处置？王爷饶命！丁星很入戏地跪地大呼，汪桃脸色煞白，嘴唇颤抖着却说不出话。我摆了摆手，与他们无关，安排个闲散差事给他们吧。声音虽轻，却让大管家立即噤声退后。丁星、汪桃二人如蒙大赦，疯狂道谢。整理好衣冠，我手持玉簪与袖刀步入喜堂，烛火无风自动，将厅内映照得忽明忽暗。时辰渐至，宾客陆续现身，各式鬼物齐聚一堂，却有不少鬼怪直勾勾地盯着我，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。一个长舌鬼突然怪笑：“这就是新郎官，细皮嫩肉的，不如让老夫先尝尝鲜。”话音未落，大管家身形暴走，指手化作利爪，一掌将那长舌鬼拍得魂飞魄散。堂内顿时鸦雀无声，众鬼怪神态僵硬，再没有客人敢乱说话。甚至当汪桃和丁星在宴席中做一些闲散差事时，也不敢乱来。及时渐进，宴席又逐渐起了议论声，因为新娘还没出现，怎么回事？明明已经拿到东西了，也到了婚礼时间，为什么鬼新娘还没有出现？王爷，时机到了，时间不多了。大管家没有直言，而是微笑着说，虽然笑得诡异。时机到了。我心中灵光乍现，豁然明了，再次来到获取锈蚀长刀的小屋。血纸人静静地矗立在那里。当我走到门前时，他们只是躬身行礼，没有阻拦。果然如此，我再次看到了那具依着窗的骸骨，手里的玉簪有些温热起来。走到寂静的骸骨跟前，我将玉簪递了过去，还是没动静。真的有小脾气吗？我在骸骨前蹲下来，抓起他的手骨，氛围挺浪漫的，就是新娘骨头有些扎手。心里刚想着，就看到焦黑的骨片簌簌剥落，露出如玉般的素手。抬头间，对上一双清亮的眸子。新娘很美，虽没有血色，却有一种异常的魅惑。我俩大眼瞪小眼，许久也不见他开口，只是朱唇微抿，像个闹脾气的小媳妇一般。我微微一笑，走吧，吉时到了。新娘红渊静静地看着我，澄澈的眸子好似能说话一般。你愿与我一起永在黄泉？这题有点危险，虽然我确实离人越来越远，但我还没活够啊。然而我依旧笑着点头。当然，然后话音一转，但是我更想带你去看这世间，去见人间烟火。红渊依旧是面无表情的样子，只是脸颊浮现出微微的红色。而后忽的一声，他身上火焰暴涨，烈焰翻涌间，他身上破损的衣物寸寸完好，一套华美绝伦的凤冠霞帔撑起，盖头将娇美的脸蛋遮蔽。突然天旋地转，已然置身喜堂，满座宾客的鬼影在烛光中摇晃。大管家尖细的嗓音刺破喧嚣，吉时到，拜天地。宴席中顿时响起一阵起，此起彼伏，很是热闹。
在边缘角落处，同为任务者的丁星与汪桃恍惚地看着，很是感慨。其实我也有点恍惚，明明1个小时以前自己都还是母胎20年的单身狗，现在却是亲身体验结婚了，对方还是个鬼新娘，有些走神间。我突然觉得手心有些痒，转头看向红渊，在红纱盖头下依旧是木木的表情，呵呵，我忍不住有点想笑，也确实没有忍住，然后挠痒就变成轻掐了。嗨嗨，王爷该行礼拜堂了。纸人大管家在旁催促。半刻钟后，礼数完毕，至此敕令演化彻底圆满，仅缺的一点补足。奴婢送入洞房，然后我眼前一黑，等再次睁开眼时，我发现自己身处一处虚无缥缈的空间内。所以说，任务完成，我被踢出鬼域了。沃德发，好你个中烟乐园，洞房也是婚礼的一环，你这样搞，问过人家红渊的意见了吗？心里吐槽着时，身旁突然响起激动兴奋的声音：“大佬，大佬你好，你好！”转头一看，发现体育生和少辅都在这，两人身前飘着暗淡的文字：汪桃评价 C 减级，有点用，奖励明超10张；丁星评价 D 级，有什么用？奖励明超1张。这评价和奖励应该不怎么样，但身为老人的丁星却没有意外的选择，反倒只有劫后余生的诗人。汪桃则是神色有些不自在，眼神中还夹杂着几分对我的恐惧。总之，这里应该是统一结算空间了，而自己还穿着婚服，但手上身上空无一物，这就让我忍不住有点皱眉。红渊跟秀士长刀呢？这就没了。也就这时，咚的一声，整个结算空间突然震动，一阵庄严肃穆、气势磅礴的大鼓声炸响，璀璨文字如星辰般在虚空中浮现，伴随着恢宏的宣告声：“恭喜您已完成鬼域，赐福重现，永不实现的婚礼。您的表现极其优异，堪称天衣无缝的完美。您的任务评级为 SSF。”新人的汪桃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，只觉这空间中自然而然地弥漫着一种格外震撼的氛围。再对比自己那寒酸的结算结果，很是震撼就对了。而并非新人的丁星就不是落差就能形容的，他已经完全看呆了，从未见过如此盛大的奖励展示，尤其是那 SSS 级的评价，在中烟乐园中简直如同传说般的存在，单 S 都极其少见。您的奖励如下，伴随着庄严的宣告声，奖励清单如画卷般徐徐展开：鬼气、锈刀、鬼物、篆刻思念的玉簪，明超10000张，鬼纸10张，功德金光10缕，澄澈鬼气100缕，洋洋洒洒一大片。后4样东西化作金光萦绕着我，而后尽数没入手腕上的符号中，收入我的乐园私人空间内。至于前2样，空间内凸起一团火焰，赤赤无声燃烧，纤细玉手从火焰中伸出，白皙与炽热火焰鲜明对比，猛然向下一滑，刹那间炽烈光线如门户轰然开启，锵的一声，一柄长刀从门户呼啸飞出。这长刀浑身锈迹，散发着凶煞气息，然而此刻却似乳燕投怀飞进我怀里，还不断震颤，发出嗡嗡声响。哎，乖，我轻拍刀身，震颤竟真的停了下来，令人惊奇。丁星又看傻了一眼，这不鬼气吗？什么时候鬼气这么听话？这还是蓝星吗？我到底睡没睡醒？而除了这把锈刀之外，一身火红嫁衣，仍戴着红盖头的红渊，迈着轻盈的步伐，从那门户中缓缓走出，在火光的映照下，显得格外神秘妖异，有种浓烈强大的威胁。旁边2人明显可见的身体发抖，毕竟这可是造成鬼域出现的终极存在。但红渊压根不搭理他们。我在绣鞋中的小脚轻轻挪动，径直走到我面前，身段十分高挑，足有1.7米，只比我低了半个头，就静静地站着，也不说话。红纱下惊红的眼眸一瞬不瞬地盯着我看，然后他轻抬起手向我示意，我眉头一挑，也伸出手来，2只手交叠的瞬间，他身上的火焰如退潮般迅速消散，身形快速缩小，仅仅一个呼吸间，便化作一枚火纹流转的玉簪。这玉簪仿佛有灵性一般，自发飞起，轻轻落在我头上。我只感觉头皮一阵发痒，汪桃脸颊发红，眼睛有些直勾勾地看着我，不过他马上就浑身一僵，在我脑袋后面盖着红纱的红渊又浮现，明显是在看着汪桃。汪桃倒抽一口凉气，赶忙收回视线。到这里结算完毕，面前再次出现一扇门户，由柔和白光组成，代表可以出去。我前脚刚拐了个鬼新娘回来，后脚就被华夏官方评定为红衣大凶。好消息是我离人越来越远了，还无家可归。坏消息是有个姓孟的老板娘愿意收留我，给钱那种。什么？一晚上1000明钞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小子会不会说话？老娘的天字1号房鬼气充沛，多少鬼想住不到，你还嫌贵？什么鬼？我一个大活人，要什么鬼气充沛？孟夭夭冷笑，一个无心之人，一个红衣之身，都阴成什么样了还装？往生客栈，一处存于现世的鬼域空间，门口写着生人勿进，所以我来了。柜台空荡荡，只有大堂里几只奇形怪状的鬼盯着我流口水。我大喊一声：“掌柜在哪里？还做不做生意了？”膝盖突然一痛，紧接着一串气急败坏声音从下方炸开：“老娘站你面前半天了，你往哪看呢？眼睛长头顶了吗？信不信老娘把你菠萝盖拧下来？”我愣住，谁家小孩？你在想什么东西？大手干眉头一立，抬起脚要踢人，我本能一撤脚，他就哎的一阵乱晃，差点摔了。赶在他发火前，我掏出一把明钞。老板娘，住宿什么价？这小掌柜当即就被吸引了注意力，眼睛亮晶晶的。天地人3种套房，分别1000、100、10张明钞1日。客官要什么房子？卧槽，这么贵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孟夭夭老气横秋的叹了口气，心窝子被挖空，还能活出一线生机，真是难为你了。闻言我眉头一挑，就这，咋不说给我打个折呢？来间人字号房吧。小掌柜眉头一耷拉，凄了一声，原来是个穷鬼。那个谁，带他去房间。就这样，我成功在一个现实鬼域的客栈住下。与此同时，乐园论坛已经闹疯了，史无前例的 SSS 评价，这下我是彻底火了。更有一张我的风骚图片被所有人疯传。
画面里我身穿新郎服，手持袖刀，站在一群纸人鬼面前威风凛凛。发帖人顶着一个深紫色后背，黑无常、从属，还娶了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人。好消息是，这个人不是我。乍一看有8分像，我忍不住笑了，挖我心脏，还特意整容成我的样子，就为了冒用我的身份吗？呵呵，抓到你了！红烟从虚空中缓缓浮现，眼神担忧地看着我，我回以微笑。娘子，天黑了，该歇息了。事业梆梆响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怒气冲冲冲到前台，掌柜的，你这什么鬼地方？半夜不是长蛇鬼钻门，就是吊死鬼悬梁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关我屁事！孟夭夭话没说完，一整叠名钞就从他眼前一晃悠，顿时神情一转，转头对着大堂娇汉喝骂：你们这些王八草，老娘这儿好不容易开个张，都想干什么？吃一点，吃你老母吃！你这肚子吃天也填不饱。听好了，晚上不准闹事！一顿喝骂完，小掌柜笑意盈盈地看向我，眼神疯狂暗示。我晃着手里的名钞，慢悠悠说了句：掌柜啊，你不会演我吧？小掌柜连连摇头，眼睛跟着名钞转来转去。那不能，放心，以后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事。果然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往后几天睡了个安稳，除了出门吃饭或采买日常用品，我就没出过门。直到这天，手腕上符号一淌，时间到了，鬼域任务来了。我点开一看，鬼域绝对好玩的游戏，难度浮动 C 至 A， 要求在学校内滞留，和同学们友好相处，拿到请假条或完成鬼域封印。我拿起背包走到大堂，几张桌椅间坐着些形貌各异的食客，正咀嚼着难以名状的食物，浑浊的目光却始终粘在我的身上。小生啊，这是要去哪发财啊？还回来吃饭吗？往生客栈，姓孟，这位迷你老板娘的来头可能大到我不敢想象。当即我就点出一把名钞，当然回来，给我把房留着。孟夭夭昂起身子，这是要在我这儿安家啊？那是当然。客栈里，孟夭夭双手抱胸，一脸感慨地摇着头，这小子活不长啊，没准还真要在这里安家了。要是还能活着回来，就给他喂碗汤吧。这位同学，要不要跟我玩个游戏？不要。说完，女孩从天台一跃而下。绝对好玩的游戏，你们干什么的？转校生。博士保安僵硬点头。校门缓缓打开，30几名玩家鱼贯而入，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个文件袋，里面是各自的转校生相关材料。有人突然惊呼一声：卧槽！谢生大佬！所有人的视线瞬间聚焦在我的身上，震惊、诧异、惊喜、振奋，又或者忌惮、皱眉。得益于上个副本的3 Lens 通关评价，我现在算是彻底火了。当即就有人娇滴滴地说：大佬，能带我吗？另一个小伙也跟着凑了上来。我脚下不停微微一笑，我看你们都是有大地之资的人，加油同学！说是大学，但这校园空荡的离谱，除了移动矗立在高处，仿佛墓碑般的9层教学楼外，根本没有其他建筑。每5个人随机分到一间教室，一进门就看到一片惨白的头颅直勾勾撞，一刹那的死寂过后，各种扭曲干涩的噪音猛然爆发。游戏，快来跟我们玩游戏，就赌你们的命！这突然的一幕吓了所有人一跳，唯一的女玩家声音发颤，刚进来就这么火，完全摸不清楚状况，怎么办？凉拌！在鬼学生狂热队友不解的目光中，我径直走上前去，在黑板上写下2个字：我是你们的代课老师谢生。现在所有人都给我坐下。敕令演化：代课老师，自我认知时，行为契合时，条件要素0，缺失，教师资格证，碎纸机，隐藏要素，洁净白纸，预期的整齐落座没有发生。鬼学生们僵立不动，一张张怪诞的脸上写满了困惑和茫然。微微俯身，我双手撑在讲台边沿，目光骤然锐利。我说了，坐下。下一秒，扑通扑通，40多个鬼学生动作整齐划一，僵硬地坐回各自破旧的座位上。整个教室瞬间变得诡异而井然有序，而还在愣愣发呆的4个队友瞬间变得有眨眼，几十双空洞或血红的眼睛齐刷刷地聚焦在了他们身上。4人头皮顿时发麻，赶紧冲向教室后方空闲的位置坐好。你们真是我带过最差的学生。这节课自习，一众鬼学生没有反抗，麻木地拿起课本，仿佛进入待机一样的状态。整个教室安静极了。教室后方的4个人看着这一幕，只觉脑子嗡嗡的。哎，不是，这给我干哪来了？他是怎么做到的？这就是 SSS 级传奇新人的含金量吗？时间在诡异压抑中流逝，叮铃铃，几乎在下课铃声响起的同时，老师下课了，玩游戏。整个班级的学生都鬼嚎起来，全都扭头盯着后排上的4人。看着这一幕，我心里有些明悟，结合他们对游戏的执着以及鬼域的代号，可以推断，玩游戏是基本级规则，必须举行，必须要玩。拥有代课教师身份的我应该可以不参与，但也阻拦不了。那就看看是怎么个玩法。片刻时间，那4名队友就被围住了。鬼班长指着一个名叫吕然的男生：你先来玩游戏，不玩就去死。吕然吓得肝胆俱裂。刚才这群鬼学生可是明确说了要赌命，这谁能愿意玩？鬼班长兴奋无比，在身上掏出1枚硬币，我抛硬币，你猜字还是画？他发出怪笑，围观的鬼学生也一同发笑。吕然瞪大眼，这基本纯看运气了。这一愣的时间，鬼班长已经抛好硬币，他连观察的时机都错失了。字，吕然艰难做出选择，然而结果是花。鬼班长大笑，你输了，没有赌注，那就拿命来赌。吕然想抵抗，并且拿出了鬼物，然而没用。砰的一声，他整个躯体4分5裂，头部4肢，眼球鸡蛋。奇怪的是，没有鲜血四溅的恐怖场面。鬼班长掏出一张染血纸片，贴在这些散落的部位，等待拿起纸时，地上就什么都看不到了。转翻，他拿着纸癫狂大笑，看向第2人，接下来是你。
这是一个年少白头的年轻人，心理防线似乎不高，竟直接抗拒游戏。不，我不玩。他手上绿光闪动，出现一枚布满诡异符文的残玉，试图冲出教室，但刹那间，所有鬼学生怪笑出现，一股冰冷如山的力量压下，将魏泽死死禁锢住。残玉炸碎，魏泽的身体一如积木般崩解，再被染血纸片吸纳。第三个游戏者名车宇峰，戴着金框眼镜，显得镇定一些。这次他猜对了。韦班长面色阴沉，丢给车宇峰一张染血纸。车宇峰一怔，但游戏并未停止。最后一位是化着浓妆的女生，胆子似乎不大，见韦班长看来，顿时嗨得哆嗦。我不玩。曲婉连连摇头，脱口而出：“我也是老师，玩游戏。”韦班长阴森森强调，语气充满不耐，这让曲婉在恐惧间怨恨出声。这不公平！他愤怒地将矛头对准我。他说他是老师就是，我怎么就不能是？我眼睛一眯没有说话，而鬼班长的声音已经歇斯底里：“玩游戏！”声音里的杀气强烈至极。曲婉不敢再多说，恨恨地接受游戏。结果他蒙对了，获得一张染血纸片。曲婉突然指着我大叫：“轮到他了，他也要玩！”然而一众学生，包括鬼班长，压根就不搭理他，全都如完成任务一般，狂热迅速消失，重新麻木起来。也就这时，时间似乎被加速，天色变得黑沉，众学生迈着整齐的步伐，迅速出了教室，场内归于寂静。短暂的迷茫后，曲婉神情激动，身体剧烈颤抖。你这个畜生，你为什么不阻止他们？车宇峰急忙拽他，示意不要再说了。但曲婉不管不顾，继续怒吼：“你都已经有老师的身份，阻止他们不就一句话的事情？是你害死了他们。”闻言我缓缓一笑：“你这么有胆色，为什么不对那些学生发火？为什么不叫他们停止游戏？是不敢吗？还是觉得我好说话，想道德绑架我？”曲婉怒到失控，说话开始不过脑，那能一样吗？他们不是人，你难道也不是人？对，你就不是人，自私自利的狗东西！袖刀出现在手中，凶厉暴虐的气息汹涌而出。我做事就这样。曲婉瞳孔猛缩，惊叫一声，踉跄着半躲在车宇峰身后。车宇峰推了推眼镜，开始劝说：“谢生，没必要，一点口角而已。做男人要有气量。你身为论坛有名大佬，不至于打女人吧？我看白痴一样看着他，谁跟你说我要打他？没看到我拿着刀吗？”话落，我一挥袖刀，可怖煞气如实质般疾飞而出，瞬息间斩过曲婉身体。他瞪大眼睛，整个人如木雕般纹丝不动。一息后，他轰然倒地。车宇峰僵在原地，表情僵硬，眼睛瞪大，那凝入实质的凶厉煞气差点让他浑身血液动。别杀我！对不起，我嘴贱，我。然而我压根没搭理他，径直走到曲婉尸体前，刀尖一挑，将他手里那张血色纸片挑了起来。纸片上的血色斑痕下隐约可见字迹，却看不出是什么。教室空荡荡，找了一圈也没发现什么线索，而外面世界仿佛位于深渊，一看就充满危险。斩刀燃起炽烈血光，将周身10来米空间照亮。正想走出去，就听见车宇峰声音发颤的问：“你要去哪？”虽然刚才很吓人，但好歹也是同伴，并且还很强，只要不招惹他，那安全感肯定比一个人高得多。但我压根就不搭理他，提刀就走。车宇峰恨恨咬牙，不是很牛逼吗？不是大佬吗？带我一起怎么办？安静中，一声轻笑突兀响起。呵呵，车宇峰跟雷劈了似的跳起来，面色发白的看向窗户，那里不知何时贴上了一张人脸。那人穿着不合身的西装，脸上带着一副和善灿烂的微笑。他拿出一张血色纸片，向车宇峰递了递。整栋教学楼都被黑暗笼罩，楼梯间更是寂静无声。要说都市怪谈哪家强，那学校必定占一半。而学校高危地不外乎天台、厕所、宿舍、小树林。这鬼域只有一栋教学楼，所以我直奔天台而去。天台门似乎被人撬过，我刚推开就愣住，这里竟然可以看到星星。从高处往外看，不管是操场、小树林，还是宿舍、教学楼，应有尽头，整一个岁月静好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鬼域外面，但马上我就看到了不得了的东西。地点小树林，距离太远看不清，尾气涌入双眸，视线瞬间变得清晰起来。那里有几个男学生正在强迫一名女生做那种事情，刚刚的鬼班长赫然就在其中。另外角落处，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学生似乎正在放风，女的反抗很激烈，从口型上来判断，似乎是在说她有男朋友，可却引发另外几人一阵捧腹大笑。我看得直皱眉头，难道这就是绝对好玩的游戏？正准备跳下去看看情况，就听见哐当一声，一个女生打开铁门，赫然就是小树林里的那个。她眼神空洞，不履虚浮，径直走向天台另一侧的边缘，然后翻身爬上栏杆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臂。同学，你这样不是办法。女生没有说话，只是用力震了一下。她力气不大，按理说不可能挣脱得开，可下一秒我就手生一空，那女生纵身一跳，砰的一声巨响，地面上鲜血如墨染的玫瑰绽放。再看小树林，那里的情况还在继续。我忍不住皱眉，直接翻身跟着往下跳。可就这时，一只手突然抓住了我的衣服，竟然又是那个女生。你要去做什么？沉默了几秒钟后，我想去砍几个人。那女生就这样看着我，许久后突然轻声说道：“老师，天黑了，去休息吧。”轰的一声，骨头大震。3大条件要素之一，教师资格获得。这一句老师就代表教师的资格吗？竟然是唯心的东西，而不是实物。自我认知45，行为契合50。条件要素，教师资格缺失碎纸机。隐藏要素，洁净白纸。适龄演化已达42。一幕幕画面在脑海里浮现。她叫赵月婷，长得很漂亮，也很受欢迎，只是家境不太好，这让她有不少追求者缠绕。书页翻动间，总会有一个身材高大的男生出现在教室门口，两人是青梅竹马，很辛苦才考上这所大学，家境也都不好，互相扶持着。班上的同学中箭，总会挤眉弄眼，发出善意的起哄声，那是校园里常见的。
青涩而热闹的一幕。然而画面结束时，却是赵月婷困惑而忧郁的眼神。基本可以确定，这个鬼域因赵月婷而诞生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赵月婷的遭遇确实令人扼腕，可这和鬼域代号之中的游戏并没有直接的联系，应该还缺失了重要事件或人物。要说是谁和她极其相关，那就只有她的男朋友。她男朋友到底做了什么？一阵微风吹上后背，我猛地回过神来，赵月婷消失了。我身后有人，左手血焰爆燃，我五指如钩，狠狠向后一转，砰的一声，一道身影被我大力丢出，砸在墙壁上。那是一个人，身躯弯折，颈椎断裂，穿着黑色不合身西装，脸上挂着僵硬的笑。与此同时，他手里还捏着个血色纸片，但色泽不太对，透着一种新鲜质感。西服人咔吧咔吧抬起头来，脸上的笑容越发诡异。我沉声质问：“你是谁？你要做什么？”呵呵，西装人置若罔闻，只是机械地支撑起身躯。紧接着，他将血色纸片向前递，示意我拿走。玩命的游戏，获胜才有一张血色纸片。这就免费送了，傻子才会接。我向着西服人走去，社会人士是吧？谁允许你进入学校的？身为老师，我可不能坐视不管。被红渊强化后，我已经决定不当人了。此时的我强得可怕，毫无畏惧。西服人的笑声突的收敛，他怨恨地瞪了我一眼，然后转身就跑。得罪了老师还想跑？随着我意念一动，澎湃血焰覆盖全身，砰的一声，脚下地面炸裂，我如炮弹般撕裂空气，紧追不舍，100米距离瞬息而至。那西服人无路可逃，猛地向3楼坠去。我毫不犹豫，同样往下跳，咚的一声，地面被我砸出道道裂痕，而西服人就在眼前。袖刀隔空一斩，一道血焰鬼气猛劈中他后心，血焰如枯骨之躯，瞬间在西服人背上燃烧起来。呵呵呵呵，西服人还是笑，只是笑得很凄厉。然后他就挨了我一脚。你到底是谁？只可惜西服人只会笑，一刀斩下，西服人脑袋落地，整个身躯如黄沙般消散，只留下那套不合身的黑色西服。也就这时，我心有所感，几道视线正落在自己身上。10几米外，一间教室的窗户透出暗沉人影，3名玩家眼睛瞪大，脸上写满了震惊，眼底却泛着不自然的欣慰。左侧男子尴尬的笑笑：“咪咪，你不是应该在楼上的吗？”另一位男生低声接话，语气里带着难以置信：“这个时候你怎么还敢乱跑？”那女生没说话，表情局促又谨慎。我随口回了句：“闲着也是闲着。”3人一阵无语。好一个闲着也是闲着，你真当上学来了？我没空理会他们，蹲下身打量那套西服，翻找片刻，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名片，上面覆盖着无法驱除的血色污渍，只能勉强辨认出几个模糊字眼：力、学、公司，断断续续不成语句。唯一清晰可见的是一个名字：郝林。除此之外，还有7、8张血色纸片。将这些东西一股脑塞进袋子收好。我随后走向那间教室，门依旧紧闭。3人透过窗户警惕地盯着我。我不甚在意地问：“有什么异常吗？”没有。要说异常，那就是你们也碰到西服人了吗？他是不是也给了你们血色纸片？3人脸色骤变，瞬间紧绷，眼中闪过戒备，似乎是以为我要动手起来。见此，我转身就走。那玩意我可不稀罕，这西服人上赶着送血色纸片，绝对有问题。只不过对于其他人而言，这又是一个两头堵的情况。用了可能会出事，但不用的话，游戏输了一定出事，所以也不好劝什么，更没有这个闲心。眼看我走远，教室里的3人面面相觑，他到底在干什么？那件西服肯定是个好东西，说不定是特殊道具，可惜了，被他拿走了。话说回来，这家伙胆子也太逆天了，这种时候还敢到处乱晃。没办法，他真的太强了，强的离谱。你们没感觉到体内融合的厉鬼碎片在战栗吗？有，那一身血焰太惊人了。还有那把刀呢？这家伙究竟是怎么承载这么多强势厉鬼之力的？他们低声交谈，语气里满是震撼，而我悄无声息折返，隐匿在角落里。虽然不明显，但我确确实实感觉到了这3人眼底的亢奋，与先前鬼学生的那种疯狂很相似。又过去了几分钟后，3人不约而同的安静下来，眼里却闪烁着压抑不住的激动。那2个男生戒备的扫视四周，然后在课桌里掏出来个小袋子，里面装着几张鲜红的纸片。3人眼神瞬间就被牢牢的吸引住。王浩压低声音问道：“你们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”吴泰宁神情有压抑不住的心理，这还用问？游戏奖励啊，类似于钱或者筹码之类的。没想到白天活下来，晚上还能收到这个，这下活下去的本钱更足。唯一的女生方婷却迟疑开口：“我感觉不太对。”王浩跟着点头，肯定不是这么简单。吴泰宁反问：“那你倒是说说哪不简单啊？”这问题属实是把另外2人问住。就在他们陷入思索的僵局时，异变陡生，只见王浩盯着血色纸片，眼神慢慢失焦，另外2人也是一种熟悉的亢奋感在滋生。吴泰宁突然诡异一些，想知道答案还不简单，咱们来玩次游戏吧。身为乐园玩家，竟然主动提议游戏。也就这时，一股阴风凭空而生，灯泡熄灭，黑暗笼罩，教室内3人彻底骇然，眼底的狂热被恐惧冲散。因为教室里凭空多了一个人，他就站在讲台上，身材高大超过2米，全身散发着凶煞火焰。无聊了吗？那就来一局吧。这不是询问，而是命令。在刺耳的摩擦声中，课桌被强行并拢，3人如同玩具被随意的按在桌前，一副沾满暗红色污渍的扑克牌凭空出现。游戏立刻开始。教室外，我就这样静静看着那3人如今手持血色纸片，就算游戏输了，也有很大概率活下来。突然，身后传来异动，一名女玩家从走廊另一边缓缓出现，我身影猛地一闪，将其捂住嘴，对方立刻挣扎，森冷气息迅速开始复苏汹涌。这是个强者，体内至少有3种不同的厉鬼力量，并且复苏程度还不低。为了不惊扰教室内的游戏进行，我只好抬起左腕上的乐园硬币给他看，然后做了个噤声手势，并指向教室的方向。当看清教室内的景象时，丁磊脸色一变。片刻后，游戏结束，3人全输了，他们瘫坐在椅子上，面如死灰。我难露出残忍的狞笑，输了就得付出代价。3人一个机灵，慌忙掏出自己白天在游戏中赢得的血色纸，这行不行？不够！我男身上鬼气凶狠，甚至引发场景诡变，黑板流淌暗红血迹，巨大的压力和恐惧感萦绕在王浩3人身上。
别无选择，只能将全部希望压在西服人送来的血色纸片上。果男发出意味不明的怪笑，从他们手里各自拿走2张纸片，落入他手中的刹那，原本鲜艳的颜色似乎暗沉了些。紧接着，他毫无预兆地扭头看向窗户方向，身旁的丁磊身体剧阵，瞳孔骤缩。既然已经被发现，那就无需再躲。哐当一声，我一脚踹开教室门。你哪个班的？叫什么名字？现在什么时间了？还在这儿玩牌？自我认知加10，行为契合加10。果男刚想说来一局游戏，就被我厉声打断。此时有点猛，而王浩3人包括丁磊都一副吃了苍蝇的震惊模样，耳朵听懂了，但脑子没明白。这就是传奇心愿吗？这么远，脑子嗡嗡响中，4人痴呆的目光投向果男。果男也是脑子嗡嗡响，连脸上的狞笑都僵硬住。游戏是什么你穿的什么玩意儿流里流气的？还有谁让你站讲台上的？快给我滚下来站好！轰的一声，果男全身剧烈的抖动起来，周身恐怖鬼气如同失控般狂暴翻涌。教室灯光开始疯狂闪烁，墙壁天花板瞬间渗出粘稠浓黑的污血。眼看局面已经失控，我迈步向他走去。你想干什么？是不是想让我叫家长过来？既然来了，那就留点东西再走吧。然而咔嚓一声，灯光猛地熄灭，又随即亮起，果男消失的无影无踪。教室内一片死寂。切，可惜了。后方丁磊4人忍不住吐槽。你在遗憾个什么？人家诡异不要面子的。我目光一转，看向王浩3人，直接把他们盯得畏畏缩缩，闪躲起来。看不出变化，我又将视线看向丁磊，说说看吧，你那边什么情况？哦，好的。丁磊指着王浩3人开口道，刚刚他们的情况其实不正常，而我们队伍也有这种相似遭遇。王浩伸手指着自己，我们怎么不正常了？我淡定地说了句，你们大概是被血色纸片蛊惑了。从王浩他们的表现上来看，这设定没跑完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。单纯的想促使乐园玩家投入死亡游戏吗？对于我的话，3人都是啊了一声，满脸疑惑。对，我也感觉是有蛊惑，但情况发展有些不一样。丁磊语气还算镇定，快速讲述了他们的遭遇，其实大体相似。丁磊的队伍也是5人1组，分到另一间教室，白天遭遇都相同，但他队伍里的人很有能耐，只折了1人。夜幕降临后，同样有西服人送来血色纸片，尝试拒绝，但不行，只能硬接受。起初小心翼翼将纸片放置一边，但随后也和这边一样，生出了某种强烈的想要测试血色纸片的念头，内部爆发冲突，对是否尝试研究血色纸片产生了分歧。我劝他们别吵，可越吵越凶。最后有人突然提议，动手解决矛盾不合适，不如以游戏决胜负。结果就是等等，你的意思是玩家之间也能互相触发死亡游戏？当这句话问出来后，4人都是一怔，但很快全都反应过来，这就有些不妙了。血色纸片似有蛊惑作用，会驱使玩家参与死亡游戏，而现在要与鬼玩不说，还可能发生与玩家之间的内斗，这就是和同学们的友好相处。